还开门？好，我的天啊！本来我们都要回去，开闸放人了。开了，赶紧进去看一下吧。春天什么多，花最多。顺城昆明也被称为花都，必然不能徒有虚名。从霸占全国批发量70%的斗南花市，到街道旁、公园里的每一个角落，即使是冬天，整座城市依旧被鲜花铺得五颜六色。云南作为旅游大省，景观资源丰富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名气。可惜昆明有时候在省内多少被压了一头，很多游客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中转站，落地转机再离开。这次落地昆明，下了飞机就先感受了一把花之城的热情。旅游团们已经各就各位。第一站那就从名字开始，先去一个最直白的地方——花之城。酒店的名字起得很直接，气势也一点都不含糊。2015年开业的时候，顶着全大陆客房最多的名头，足足2300间房，能装下5000人。说是酒店，其实更像是一个能睡觉的景区。配套也很猛，4D 球幕影厅，全球最大的温室主题花园，单一个花园面积就接近6000平方米，汇集上千种珍稀花卉，由荷兰皇家园艺设计师操刀设计。这还有牡丹展呢，刚好赶上了它这个新春花市。我们住酒店不免单吗？看着不错呢。云南这边就比较盛产各种花卉嘛，然后这边的话花真的很有名，所以我真的是精挑细选的这个酒店。我在网上看到说，住店的旅客是可以免票的，但是好像到这边好像不是这样的。他那个我们住酒店的话有优惠吗？还是说能？我们跟酒店不是一家啊，不是一家啊。好吧，它里边就是这个样子哦，它跟酒店没有联动哎。网上有一些信息不一定属实，大家谨慎甄别一下。这么大的体量，里面的结构也比想象的复杂。听说春节旺季人山人海，但我们来的时候住客却寥寥无几。除了上层的酒店，下面还配了一个巨大的购物商场，各种云南特产一应俱全。但诡异的是，没有人。正当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真相慢慢的露出了点轮廓。这个电梯竟然能动，我们发现这有个美食广场，咱们上去看看。要不然附近只有麦当劳，确实有点惨。看看有没有别的吃的。我感觉这里面还真是够呛。这商场餐厅啊，感觉像是好商务啊，商务宴请。卖东西的，哎，我感觉这有点梦回我小时候跟旅游团出来的那种感觉。嚯，原来这里藏着一个大型旅游团购物点，茶馆、饮室、黄龙浴，一整套流程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哎，这是赌石吗？哎，这不对，这是和田玉，这是玉。哦，6880。这也挺油啊，这上头。妈呀，擦油了。哦，确实。我来过一次云南，然后他们就去一个卖银器的村子里。说用银器，就是这种银碗、银筷子、银杯什么的，吃饭可以消毒，就你越吃越健康。要不然你平时吃那些里面有细菌、各种菌啊什么，然后还有一些毒素。你要是长期用这个的话，时间久了你就会长寿，然后还会皮肤越来越好，因为你身体里没有毒了嘛。反正我当时在那个村子里，那个导游是这么给我们讲的。当时老多人买了那个银碗，因为大部分人就是杯子，其实有一些人习惯带水杯，但是像我的话就从来不会自己带水杯，但是碗你是天天用的，可以。碗筷就买银的。可以，这词儿你都背下来了。对，差不多。那当时那个村子，他们说世世代代都是做玉和银子的。硕大的展区空无一人，柜台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，大大的招牌也不停地刺激着我购物的野心。那些用机器批量生产的手工珍品，每一件都要4、5千，这么算下来，整个展厅轻轻松松上亿。只不过连个看店的人都没有，也不怕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被偷走。如果说购物点是空的，那海埂大坝刚好就反过来，人满为患。从1985年红嘴鸥第一次飞到昆明开始，可能每个昆明人都喂过海鸥，它们早就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。这就是滇池的观海鸥最佳的地点了，看，我感觉是海鸥在看我们。这是什么？人比海鸥多呀。海鸥没什么看头，还是游客有意思。
太阳镜、遮阳帽，手里拿着面包，举高高，5步1人，10步1拍。摄影师早就就位，大家一边挥动面包，一边叫着，声音比海鸥还大，一时间甚至分不清楚到底是谁在飞。工作卷，生活卷，连出来喂个海鸥都要卷。这个头的密度，别说海鸥，我站在旁边看着都有点饱了。刷新位置之后，咱们就站上去。来，就这儿吧。就这儿吧，来，我给你把杆儿给你抻开啊。杆儿位头。对，行，可以。慢点。我这够大吧？太远了，没希望。喊叫。对，你就站在这个看。让我打个窝。哎，近了点，你看看，这不行啊，喂不着，打窝都打不出来啊。这不行啊，这不行，根本就不过来，他们。这还得竞争，真是。不是，我感觉我们走哪儿，它就离我们哪儿远。刚才是这儿多呀，我们走过来它就走了。你别把我手机扔里了，他们近视眼吧？斗南花市是24小时运转的，白天散客，到了晚上才是真正的开始。我们现在已经到斗南花市了，司机师傅说现在来还比较早呢，现在是8点多，他说11、2点都有人呢，要是再晚一点，我在网上看凌晨1、2点可以捡到超多花。听说昆明的人都不买花，对，本地人不需要买，他们捡花就行了。去种植的地方啊，然后去这个花市啊什么的都能捡到。司机说去垃圾场捡，垃圾房问了一下，他说了你们也找不到。昆明必须要来这个花卉市场看一看，它现在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市场了，它已经是一个3A 级的景区了，所以千万不要错过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但大家的热情一点没降，反而更旺。花市一时进不去，但外面早就自发扩张了。路边一排一排全是零食摊位，玫瑰、百合、菊花、洋桔梗，不再是一束一束，而是成片成片的摆在那里。喜欢，我都闭眼睛了。这比我在盒马看的好多了。那好太多了，哎，我还有这样的多肉呢。好可爱呀！哦，对，刚好又赶上春节，整条街的热闹程度直接拉满。有一家老小过来进货的，也有情侣一人抱一堆的，还有我们这种表情写着来都来了的游客。不论年龄，几乎每一个人手里都不空。哎，这个算是这里比较贵的一个品种。对，通劲。这个地方是我今天逛的最喜欢的一个地方。小葫芦都戴脑袋上。这好大一个，这个大豆饺子。大豆饺，哇，这个太大了，这个它都能砍人。可以。多少钱一个？8块一个豆。整半天是一个夹，一个夹8块，40块钱。上完它会更亮，也不会生油。它现在已经上完油了，这个可以招财纳福辟邪。咋说都是它。而且它长得很奇怪，这一个豆8块钱。刚刚那个小姐姐是行家，她说她在大理那边买，可能有的都已经能炒到10几20。她买了一个花了好几百，然后她就在这边挑，特别懂。这一个豆8块嘛，然后这5个豆她卖我35，你们觉得我被宰了吗？你知道吗？刚才小姐姐还说她会生虫子。真的假的？那我给它涂上厚厚的油，让它没有机会生。可是我们能开门了，进！哦，开了。好，我的天啊！本来我们都要回去了，开闸放人了。开了，赶紧进去看一下吧。晚上8点半，画室正式开门，大门一开，人群直接往里涌。卖家拉着一车车的百合和玫瑰和我们挤在一起，而我们这种散客只能被人群推着走，想快也快不起来，想停也停不下来。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夜晚的市场，人声鼎沸，灯火通明，再加上一车车鲜花不断穿梭，这里更像是一个花的菜市场。把它撕成这个样子，这要回深圳就是399一束。那可。
市场的2楼则安静一点，基本上是多肉和各种衍生品的地盘，花做的香皂、精油，还有各种手作和摆件。走到这里会不自觉地多看几眼。这个一个多少钱？双豆的一般都多少？35起啊，真不错。真不错。哎，你说是不是每一个云南人都会吹呀？我看到的感觉好像都会呢，有点东西。商家拿起来就吹。云南人还是有点东西哈。多才多艺。我们已经逛完了，从后门进去的，从这个1号门出来了。现在是10点了，差不多10点钟了。感觉那些真正批发的人可能会更晚才会过来，游客们基本上就是像我这样子，吃完饭过来，现在就回去了。但对那些商家来说，才刚刚开始。这个地方可以啊，看什么都想买。中国人确实很能干，斗南会一直热闹到凌晨3、4点。这些刚刚拍卖掉的花，很快就会被分装、打包，发往全国各地。这里几乎没有停的概念，大家都在赶时间。也正是这种分秒必争，才慢慢推出了现在的斗南，亚洲花都。这个就是我们今晚要入住的酒店了，看这个老街人有多多。哎呀，你看大家都在拍我们今天住的酒店的合影。大家拍的地标就是咱们今天住的。太牛了！这个叫对月楼，它就在昆明老街这个景区里，真的很方便，住在这里出门就可以逛。然后这个也是他们这边的历史文化保护建筑，当地人管它叫酒杯楼，因为它是弧形的一个法式建筑。如果昆明有一处地方能让人1秒活到民国，那大概就是这里。如今这里被重新利用，改成了酒店。这次运气不错，旺季也订到了房，可以住进去慢慢看。不过这种好看的代价也很直接。酒店内部空间被楼梯和走廊分割得支离破碎，走着走着甚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绕回来了。它是你可以上面是洗漱台、卫生间，那边的房间更小一点。但也能看出来，他们已经尽量把空间利用到极致。然后它这个油画是请的国内一些知名的设计师、画家画的，所以它有一种中外结合的感觉，很有设计感。你这段是从 AI 抄的吧？这个就没有，这是他自己酒店介绍可以看的，对。它其实不大，就很小，比我们昨天住那个要小很多，只有1张床，一个小冰箱，然后是个窗户，但是这个窗外的风景，就是人来人往的景象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如果你非常在意这个噪音的话，其实就不是很推荐了，因为它确实是会有一些噪音，但就是有了这个噪音，才有生活气呀，对吧？其实这种对老建筑的再利用挺难的，不把历史供起来，能让我们走进来体验，真的很好。沿着酒杯楼继续往下走，就是昆明老街。这里很早以前是昆明最热闹的地方。老街保留了不少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，以前是马帮歇脚的地方，是商贾云集的集市，从边陲小城到现在的城市中心。只不过现在换了一种热闹方式，小红书、抖音常客、游客打卡点。和靠山水出圈的城市不太一样，大城市想火，多少要动点脑子。谁都想成为下一个网红模板，昆明也不例外。人民中路上的奥城大厦，因为一个仰拍角度被叫做天空之眼。标识到处都有，但也是有的时候令人费解。这个像一个荒废的商场，还是挺难找的。有点累了。但是上来人还挺多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他们起名叫天空之眼的地方了。
它真的还蛮出片儿的，就是爬了那么多层楼梯，就是为了来拍这个。这块拍照的人还蛮多的。中国人旅行其实挺简单的，一切都是为了一张好看的照片。如果以此为标准，这里我必须得给100分。能火是有原因的，抬头仰望，360度的楼体给你带来满眼的压迫，把你围在小小的空间内，坐井观天，原来是这种感觉。在这里拍照，成功率基本上接近100%。居民应该觉得非常的惊喜，没有想到平平无奇买了套房子，现在能商业做得这么好。修眉啊，修唇啊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学校，能看出来这里边有桌子椅子。然后这边是摄影设备，也许是一个摄影学校。然后再往上看，这边有 DIY 手做工坊，是你看就统一的那种白床单嘛，但是它一看就是这种商店什么的。但说实话，昆明其实没有必要这么较劲，花才是这里真正的主旋律。走进翠湖公园，岸边密密的垂柳随风飘荡，恍惚间有点像走进了江南。那几月份都开花了？春城嘛，我每次都是这句解释。这词儿让人用烂了。对，春城嘛，很自然，你什么时候来都是春天。你看这五颜六色的，看。我看到了我最爱的花，都是郁金香。随处可见的松鼠也是我来到昆明之前未曾预料的。翠湖的松鼠一点都不怕人，闻着味儿就来了。在午后阳光下，被众人围观的怡然自得，从一众零食里抱起开心果就啃，又馋又开心的样子。汪曾祺先生有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集子。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到翠湖去穷溜，这穷溜有2层意思，一是不明一浅的溜，一是无穷无尽的溜。这么一说，感觉和现在也没什么区别。翠湖每天给了昆明人多少的精神疗养？据说当年在不远处的西南联大任教的沈从文、朱自清诸多名人也时常流连于此。翠湖也给当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抗战峥嵘岁月里增添了一抹柔情。离这里不远处就是一所消失的大学，在那风雨飘摇的抗战岁月，昆明崛起了一所书写了无数辉煌历史的著名学府——西南联大。曾经的昆明不过是文化边陲之地，却因联大的建立一跃成为文化重镇。1933年七七事变后，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。抗战烽火中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南迁至长沙组建临时大学，后辗转至昆明，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西南联大的师资在如今看来也是高校教育史上的梦之队，就连教室都是由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设计修建而成的。这所仅存在8年多的学校，在联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，培养了8000多名学生，包括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、8位2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，以及众多院士和文化学者。40年代的昆明因战争的侵袭也变得异常潦倒，联大师生的治学环境简直不是一个简单的差字能够描述的。好在一切都过来了，如今昆明仍保留着众多与西南联大相关的历史遗迹，但相比于其他的景点，人就少得多了。但翠湖依旧是那个翠湖，花朵鲜艳挺拔，一如当年一样。